人生如舞台呀，凡事存感恩。常常在这种的舞台所扮演的角色，有的时候觉得很艰辛啊。当然，在艰辛的背后，常常都是衬托着那一份的感恩。我在回忆着陈教授的太太陈锦花师姐，她在1977年来看到了慈济，了解慈济的精神。隔了1年，那就是1978年，她就跟先生说，希望呢，先生能陪她来精神，听我说慈济。陈教授他是一位很有知识，他很有智慧，而且呢，他很善良。他听到了佛教呢有这样的组织为社会而付出，他非常的同感，也认同，所以话很投机。他也说出了他信仰天主教，他对天主教的信仰，就是因为呢，他被修女在照顾老人的这样的精神所感动。他现在已经知道慈济佛教也在投入社会，他很能接受。就这样开始啦，他对慈济的那一份的关怀。有一次啊，他陪了一群辅伦社的舍友来，那个时候刚好呢，我就是开始呢想要盖医院的，在筹划。但是呢，那一天他吃饭提前离开饭桌，就跟我说：“师父，我跟你讲一个话好不？好啊，还记得吗？我们的这个大殿下面呢，有一个面顶是一个铁档嘛，下面一排椅啊。那客人还在里面吃饭，我们呢就在外面的这个大殿的旁边的那一排椅子坐着。”他就跟我说：“师父，我听讲你想要起病啊，这虽然是真好事啦，不过吼请你爱原谅我讲直话啊，怎么样呢？你说啊？”他说啦：“你身体遐尼无好，虽然起病院是真好，不过看你安尼身体不是真好。现在是真多人需要靠你呢，你是这个主治人，精神的靠山。大家呢，这份力量呢，就是能去照顾贫穷的人啊。你把身体养好，那救济的工作呢，还很需要你，所以你一定要把身体顾好。盖医院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啊，你那么单纯啦，没有办法啦。”他又说：“病院歹经营，好，这不是师父你会当做的啦。”他就说了许多的道理，要来劝我停止盖医院的念头。那我就跟陈教授说：“我说我知道您很爱护我，关心我，我非常的感恩。不过呢，我说人生无常啊，现在有这么多人在支持着我，这就是一个因缘。我想我们的佛陀啊，
他的寿命，人生的寿命，伊嘛才80岁尔呢。那我这当阵呢，我的岁数40外嘛要将近50，我若搁再30几年嘛是要差不多80岁呢。我不如呢，把30多年的寿命，我把它缩短5年，我要把5年的时间盖好这个遗愿。我看他好像有一点怀疑，我就开始用哪一个比喻啊？我就说，那我今嘛呢，用这个比喻，哪怕我是一个工程师，来给读这个水库，那么这个水库也需要呢有师傅，嘛需要呢有水泥，有钢筋。有砖，爱有这些物件，爱有这多人。尽管这一位工程师啊，他设计的多大，但是呢，这个水库做起来了后，他呢所要靠的是上面的水，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不断的累积。这个水库呢才能满，但是呢，下面所需要提供的这个水量也产呢真多。那面顶的水呢，那是无再继续滴落来，那安尼呢，这个水库也会有干枯的一天。这一天，下面的田那就无法不种。回过头来，我就说啦，就是这位工程师，假如是我，那我的委员他们呢，就像是在贴针做这个水库的人。那些会员呢，都亲像点滴的细水，不断的灌注下来的。这就是我在的时候。但是呢，有朝一日，这个水假如断掉了，这大家人点滴的力量哪干断去了后，芸芸众生苦难、病痛谁来照顾我不如呢，把这一些力量，我要设计往上，不如呢往下来挖个井。我要委员们往下去挖，那么一直挖到见水出泉啦，那这样子他就会病苦难的众生，他就有救的，长期有救。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一篇标题叫做《掘井人》他在副刊好像2天，安尼，迄个上下2天，那种真大篇这个掘井人所以这一篇大篇章的报道，其实呢，就是跟陈教授，我跟他谈话这样的理念。那个时候呢，陈教授听着，他呢也已经感觉讲，这是有道理，所以呢，他开始就说师父你若要安尼做我嘛真佩服啦，到时阵呢，阮太太因为伊是天主教徒嘛，伊就讲阮太太可能我会当支持伊4-5两金，4-5两金好，4-5两那在国语呢，
就是四无娘嘛，那这个陈慧建居士啊，有一天他来了啊，我就把这个故事呢，也同样说给他听啊。四五娘金啊，四无娘，因为陈慧建居士呢，都是我爱甲伊讲国语嘛。四无娘，唔知是我的国语走音去，还是伊的听的理会偏去啦。所以呢，在证严法师的慈济世界里，他就把他四五娘金啊变成了十五娘金嘛，那后来啦，看到啦，他呢也认为说啊，可以啦，就是师父安尼伫咧做啊，这个莫非啊，就是因缘啊，就是安尼啊，十五娘金啊，就十五娘金啊。哎呀，人生如舞台呀，凡事都要心存感恩呐。我们要爱惜，我们也要满足一切的因缘呐。就如一支蜡烛，蜡烛点亮啦，发光啦。人生的生命就是这样，有没有把烛心啊点亮？点亮了烛心，会照亮别人。行遮尔长长的时间，路无偏差去真的是我最安心的代志，嘛是互我最欢喜的代志。伫台中，一个囡仔长得好高很壮，这个囡仔呢，他来看我，因就甲我讲师父，这个囡仔你敢会认哩？我唔捌因呢，原来呢是第30多年前。迄个囡仔呢是心脏破空，手指头啊拢乌紫色，面嘛紫色，软软安尼趴伫妈妈的颈到头面会当看到迄衫安尼蓬一耐一个那真的安尼规身躯软安尼。妈妈是驼背，那爸爸呢是身体很瘦小，那安尼的家庭呢，哪有法度通好讲？迄当阵佫无健保无法度通讲这个囡仔，所以呢，我去伊的厝看到安尼的情形，马上甲伊安排呢，
去困心的囡仔迄个心魔破洞嘛。原来呢，这个少年人啊，就是迄个囡仔，伊就摕一张相来做证明吼，就是他。迄张相呢，就是4岁迄当阵吼，咱甲开刀的是还未2岁，到4岁迄当阵，我去台中的时啊，妈妈甲伊牵来看，甲我见面。伫遐翕一张相，足细汉的时，迄是第2次吼，我阁甲伊见面。那即当阵甲伊见面已经呢，足悬啊，长得很壮啊，而且呢，因兄弟妈妈伫咧往生的时阵吼，还阁甲交代，做者。妈妈迄当阵要做母后啦，伊就甲一本簿仔交互因哥哥，咱家帮助即个囡仔的哥哥。迄当阵即个较大，迄就交互伊讲吼，那妈妈现在呢是已经无法度通阁继续落去，即本簿仔交互你，你继续去修，所以呢，他就是幕后。所以有当时阵会感觉到讲，伫迄当阵啊，咱也未有医疗，但是呢，咱迄当阵开始伫华人有医治，咱出去外面呢，咱开始呢会当通补助吼，亲像安尼的人。搁再回馈倒转来吼，看落是真感动，回归过去啦吼。所以咱真正呢是道，就是讲这个路啦吼。自道就是导演的道，咱家己呢爱家己去导出一条人生的道路来。这个道呢是伫路面爱有分寸吼，这个分寸呢唔通偏差。自然呢，再来回顾呢，感觉到讲吼，真的实在是很不简单啦，真的很不简单吼，真感恩啦。兄弟，伫云中甲伊的同事之间有冲突，去互人错手拍死去。我会记得迄一天，我的妈妈拍电话来，拍到真凄凉，我就甲伊讲：妈妈，你爱会记，你的囝死啦，死呢，那就不搞的名词，叫做往生。往生的意思呢，就是下处倒闭，人生啊，死就是生的开头，生呢是死的起点，伊甲你的缘啊，就是这么正对嘛，缘就真啊。伊安尼去呀，是心痛难忍。不过，你若搁再家想着讲，假使对方迄个囡仔若是互你的囝拍死的话，你的心会安怎呢？你家己的囡仔若过去啊，你安怎苦袂转来？但是呢，一个妈妈的囝去拍死人，伊的心很内疚啊。会很痛苦的，或者伊嘛甲我烦恼呢，烦恼伊的囝是毋是会被判重刑呢？第一，伊会对不起，很歉疚的心态，对不起你这个妈妈，她还会有一种很惶恐的心来烦恼伊的囝，这种的心态吼，是比较痛苦的。你是毋是会当？你换一个角度，你换你徛伫迄个囡仔的妈妈的立场来想，你应该爱多原谅伊啦。咱原谅人啊，咱才会快活；原谅人，咱的烦恼才会解决啦。你就甲我讲，
讲安尼就好啊。讲嘿啦，下当的话就是安尼就好啊啦。安尼吼，就已经呢彼此解脱啦。讲若安尼，好啦，我做会到啦，我尽量做看卖的啦。讲最好吼，若是像迄个军法庭的事啊，最好你也甲伊出面一个。你若会当替迄个囡仔减轻一寡罪啦，安尼呢，对方的妈妈一定会足感恩你的。你会当互迄个囡仔呢，安尼减轻一寡罪呢，安尼你也是功德无量哦。这个功德呢，回向互你的囡仔吼，这就是真功德啊！比去请人来上经吼，更较好啊，救人一命。这实在是功德无量啊！哦，若安尼会当祝福吼，安尼好啦，我来做看卖。真正的哦，真正军法庭的时阵吼，伊家己起来甲伊讲吼，这袂当怪因的囡仔啦，我的囝家己嘛有毋对。实在讲吼，我的囝吼，哪有精神家己无好啦，那这以种种的方法呢，甲这个毋对的代志呢，拢甲伊归纳已经往生的人啊，真正对方的囡仔呢，嘛会当好减轻，安尼呢，这个案嘛是安尼真圆满就结束起来。就是呢，妈妈有这么真宽大原谅的心，所以嘛得到因军方安尼真尊重嘛安尼吼，家己安尼创安尼真隆重这实在是讲有付出啦，自然的就会当得到人的尊重。人既然去啦，还有啥物好计较呢？计较的呢，这只是敢若烦恼啊。人与人之间的恨、愤怨烦恼。这愤恼、怨甲烦恼呢，是上折磨人的代志。咱若会当将愤甲怨甲烦恼呢，安尼解开啦。这个就是咱平时咧讲解决。这样的故事呢，又是复制在现在的我们的慈济人的身上，他们也做到了，真的看来很感动，也令我敬佩。他真正的做到师父说的，以菩萨心看待自己的孩子，以父母心看待普天下的众生。说来简单，做来不容易。用菩萨心看待自己的儿女，那就是知道人生无常。碰到了事情呢，再怎么样的计较，再怎么样的反弹，或者是给对方呢再大的压力，其实对孩子都无济于事，反而让他零不安。我们现在的人，真正的要学习的就是这一课，真正能说得到的，也要做得到的这一种宽恕、大爱，这一种真正的把自己的儿女当成了就是一般的友情，这就是菩萨心没有私心的，那把天下众生呢当成了自己的儿子，这就是大爱。依
事业的很重要的一天在1981年的9月27号这一天，是我们要盖医院的筹建委员会成立的这一天呐。其实呢，在这样更早开始呢，从找土地规划、找建筑师等等的，真的也是很感恩林副总他从门外汉，真的都是门外汉而且呢，建筑伊嘛唔捌啦，他上捌的就是算小因为呢，他家开的是会计事务所嘛。它是精打细算的但是呢，建筑伊也唔捌啦，那医疗伊也唔捌啦，但是呢，开头就会陪着我到处找土地那接下来呢，这个建筑书要从哪里找所以呢，安尼辗转介绍我今晚听到讲有哪一位，就你快紧去找伊那就这样子呢，他就会锲而不舍，就开始找总而言之啦，建筑委员开始他也是很聪明所以他都可以听他就会很了解，所以从这个建筑他就会知道说，爱挖多深，爱安怎这个基础爱拍多宽，让伊安尼听安尼那。下一次呢，他一番青二番色再来就拢总会了解这个建筑的顶所以呢，我们的营建呢，就也慢慢的产生这一群营建的同仁真的也是很用心第一块土地呢，大家都很开心。当然啦，我们现在医院的地方不是在你们所看到的那一块土地呢，就是国富里，是在中山路底快要靠山了啦。不过呢，有了要盖医院呢，真的为地方带来了很大的这个繁荣的这个气象。那个时候要到了这一块国富里没有大桥，我们现在经过都有大桥，路跑都有大桥，以前是没有。为了决定这块土地，就是要给慈济盖医院。一决定了以后，那个时候的吴水云县长就赶快配合因为呢，这一块土地也是林洋港先生，也是蒋经国先生曾经来过的，也是呢，他们也感觉到东部真的少了这一个医院，所以呢，很用心为了东部民众造福，所以支持了慈济来盖这个医院，所以政府都要协助。所以呢，当我们看地的时候，决定下来，县政府开始就要铺路了，把路要准备扩大，而且呢，这一条桥，国富桥就要建造起来。在我们要动土，他就已经把桥造起来了。开始要盖医院的时候，多少慈济人用心付出所以我们花莲的资深的委员他就说，迄当阵要募款是偌辛苦的呢。我知啦，足辛苦的啦对，劝募虽然很艰巨，
建筑呢也是非常的困难，要盖什么样的医院，在我们呢都是一片空白呀，要怎么盖？那就开始了，还要去寻找建筑师啊。有一位黄先生啊，就跟我说：“说我当替你画图。”那个时候设计的是用万字形的。这位黄建植师真的也很难得啦哈。他为了要去病院哈，他就到日本找他的朋友。他有一位朋友是日据时代在台湾的啦。这位日本人，他是一个佛教徒，他是在东部长大，在家出世的哈，在家长大的。光复了后，被遣送回日本，东山再起在日本呢，那成就了他的企业。他很感恩呐，我们的国家哈，蒋先生呢，他们那个时候给遣送啦，伊甘得情哈，所以呢，他要报恩。我们要回馈，他知道他出生在这个所在，在这大汉才回去的。他知影讲伊个是虔诚的佛教徒，所以他就是希望呢，以佛教徒的身份，还要呢来回馈呢我们的国家对他们的德政的遣送哈。所以，因为安尼啦，凭这个力量，所以他愿意呢捐出了2亿。这位黄先生啊，以在模型来的那一天，刚好是我们呢，就是在大殿在咧开会嘛，他就在当场就宣布说有这样的一位日本人要捐2亿，虽然你当初那只120个委员尔掌声实在是20几个掌声嘛袂使呢，只有我没有掌声我只是合掌说感恩呐，但是呢，我不能接受。大家人咧把手拢点大蕊起来，恁都有听到讲这个。静涵讲：“阮是偌辛苦的呢，没错。那个时候那么辛苦啊，安尼一直在咧款募3000万也未够，迄个2亿的美金是偌多呢。但是呢，师父竟然讲感恩啦，但是呢，我未当接受。大家人拢跪硬去。当然啦，我就解说我为什么不能接受。当然啦，理由很清楚。”其中一个呢，我是希望建设一个台湾人自己所建的，而且呢，这样的福田呐，一定要台湾人自己来做。所以我宁愿呢，10块50块呢来去修，让每一个人一块砖、一把沙都是自己人的。讲起来，我去记住遐侪钱我实在是嘛真勇敢的假如没有拒绝那么多钱我也不会跟你们结这一份缘有钱就好啊，都去起啊但是呢，就是有这样的有当时真的讲，定来心脉过好啦。有的时候呢，那一花了那一分心假如没有实行。无实行落去啦，那就是失掉了一切所以我才会常常讲把握当下，恒持刹那那一种的刹那，我们假如不好好的把持住那也没有今天嘛。真的也很感恩他要捐我2亿美金。2亿美金偌多，你知无？我当初那3000万还未够迄个时阵的1亿的美金是1比40呢。但是呢，好在没有接受，我们今天才有这么多的慈济人。所以呢，我就说了，福田一方，邀天下善事，新年万里造慈济世界。这就是在迄当阵呢，我讲的话。
那个时候真的非常感恩呐。虽然呢那一个万字的没有去用它啦，但是因为土地不一样嘛，所以我们还重新再去找建筑师，真多人来应征啦，拢有摕模型来哦。在迄台北我做费力工堂这个建筑师的作品做模型有6个建筑师后来呢选定了3个这3个建筑师最后呢，我就要决定是谁要决定是谁就请建筑师来对谈。后来我们就前后呢，请这3位建筑师来解说他的作品那样的心情。后来我选的是第3名的，怎么第1名、第2名你不选，哪会去选第3名呢？只有一个对谈中的那样的感受，那就是许长吉建筑师的他为什么让我感动呢？我跟他对谈的时候，他不是跟我说我是用什么科技我是用什么本领，我是用什么常识，我是建筑多位偌有名，他没有跟我谈这一些。我就问他说，你用什么样的精神要盖这个医院？他一个回答就是说，我把它当作亲像我家己的囝同款，我要安怎来培养我的囝大汉。那把这样的作品当成他自己的孩子，望子成龙那样的心情，所以呢，我拍板了，就是他。所以咱的医疗建筑呢，我感觉到讲他若是安尼，就是这间病院呢是有灵魂的。意思就是说，活是一种呢活的建筑物，不是呢冷冰冰的一个艺术品，不是，它是呢有灵魂的，那就是活的建筑物。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许长吉呢给咱起真多病院。杜院长曾院长还有高尔潘先生他们是建筑师还有呢真多位建筑委员，他们就说奇怪，师傅你是安怎啦？那1、2不选，那去选第3啦？我说凭了一句话，因为每一个我都有跟面对面谈话第3位的许长吉，我就问他说，你用什么心情来画这一间医院？他回答我用就是父母亲的心，就是把这个医院建筑这个医院当成我自己的儿子来培养他用这样的心就是这一句话。我就说好，希望你画这个医院的心情，以父母心面对的孩子这样的心情，那这就对了。那我就开始跟这些建筑委员我就解说，有心用父母心来建造这个医院就表示这个医院有灵气，那这是有生命的。因为一个父母对的孩子们，那就是生命的延续嘛。所以抱着这种的心嘛，那我们的这一家医院一定就是有生命力。所以我决定选择它。所以呢，我真的很感恩这建筑委员师父安怎讲，咱就是安怎做，那种的信心肯定没有讲在那个所在起心动念哪会不爱听我的，我不爱插你，没有这样的呢。所以现在再回想过去呢，真的很感恩，被信任、被肯定的感觉真好迄当阵呢，孙运璇行政院长的时去到咱
花莲第一地的土地，后来我们不是盖在那里了，去到迄个土地的面顶哦，我听到伊要去，迄个时阵是秋天哦，迄个秋风起啦，尤其是呢，伫迄个下午我听到伊要去看咱的土地咱就足欢喜的，赶紧甲迄个模型医院的模型用迄个小卡车载到迄个土地面顶这一位行政院的孙院长，由我们的吴县长陪他来。秋风很大。伊来到迄个桥的面顶阮就赶紧去甲伊接来的时因为咱的土地就伫桥边嘛，伊来这个官场就是迄个伸手握手然后伊伸出来，我就甲伊握手那话讲，佫一时伊佫伸起手来，佫甲我握手再说说他又伸手又握手其实呢，我感觉是咧从啥个这官场来遮尔麻烦啦原来他回去了以后，伫路里面到无水源，迄当阵吴水云馆长嘛，伊讲正言法师，我是非常的感动他这样的精神我很佩服。他要盖医院在花莲也是很需要，但是我很担心。吴水云问伊讲你担心啥？正言法师身体很不好，那吴县长就问讲：“你哪会知？”他的手冷冰冰哎！我实在是永远记得所以呢，吴县长他来就照实话安尼甲我讲伊佫甲吴县长讲，他身体那么不好，他领导的这样的慈济他在的时候，我相信呢。慈济一定会做很多的对社会有利益，尤其是盖医院，我有信心。但是他身体这样不好，有朝一日他假如怎么样了，那将来慈济要怎么办呢？医院要怎么办呢？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跟吴县长说：“拜托你跟孙院长讲。”我在的时候，我会尽心尽心受啦，献生命。到底我什么时候会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呢，我不在的时候会更好，因为呢，大家知道师父的志是伫咧家，大家人以师志为己志他们那一种的冲力呢，为了要达成师父的志，他们呢一定会更有那个力量更凝气我就比喻说，释迦牟尼佛的时阵他要圆寂，他那个时候也没有子嗣也没有章程但是呢，他也没有指点说是谁来传我的法那个时候也没有是一直到圆寂了以后呢，那家也尊者一定的在罗汉感觉到讲。佛陀会教法到底过去伊安怎讲呢？有的时候我也不在你也不在到底佛陀讲了多少话？应该呢要改记起来。偶然伫佛的生活边他都有听到是不是呢？就偶然把佛陀所说的话再一次的重新过在所以呢，只是你说我听。才会如是我闻那这个如是我闻虽然内底真侪文章不过简单讲起来，光是如是我闻，它可以呢传达到现在。现在的佛教徒也不比佛在世的时候少那在现在的佛教呢，也不比佛陀在世的时候差，因为呢。咱即卖会用佛法分文别类啦那这已经呢更清楚这个佛理是安怎来，佛还是安怎样来做事。所以说来呢，看
我有伫咧，甲我无伫咧吼是差无偌济啦。不过我要把握我的时间。吴县长啊，他说孙院长啊是非常的感动啊，但是呢，他很担心你的身体受得了吗？他还在问说，你有没有后继的人啊？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社会上的人士啊，不管是慈济人啊，非慈济人啊，尤其是大企业家，大家呢都会把这样的话呢一而再再而三的问，所以我就会感觉到说，外面干嘛对吼，总是有一点呢自问自己啦。不过呢，我那个时候，我说我从开始成立慈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立了这样的愿啊，众生啊，心未净化，我就一天不休息。我的生命啊，就是到了我最后的一口气。那一天啊，我也是同样的回答：一天众生的心没有净化，我不会休息，我会做到了最后一口气。